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华盛集团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常年弥漫着一股雪茄和野心混合发酵的陈腐气味。林晨讨厌这种味道，它像一条无形的绳索，试图勒进他昂贵的西装领口，扼住他的呼吸。林晨，王志辉，华盛集团的董事长。一个体态臃肿的像发面馒头的男人，正用一双浑浊却精明的眼睛打量着他，那眼神仿佛一台老旧的扫描仪，慢吞吞的，却想把人从里到外都扫个通透。林晨拉开那张意大利真皮椅子，坐姿标准的像教科书，背脊挺得笔直，没让自己的后背接触到椅面，仿佛那椅子上沾满了看不见的油污。王董，您找我。他的声音平静无波，像一块被扔进深井的石头，连个回响都听不见。王志辉肥硕的手指夹着一支粗大的雪茄，灰白的烟雾缭绕在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让他看起来像一尊在香火里熏坏了的神像。创新科技的事情你听说了吧？他说。林晨微微点头，惜字如金，听说了，几家巨头都去了，碰了一鼻子灰回来，牙都被磕掉了几颗。王志辉的喉咙里发出火车压过铁轨般的笑声，沉重而刺耳。一群废物。他将雪茄用力按在水晶烟灰缸里，像是碾死一只甲虫。他们不懂，收购不是请客吃饭，是战争，是要见血的。林晨的目光落在烟灰缸里那截垂死的雪茄上，火星在灰烬里最后挣扎了一下，熄灭了。所以这个任务我打算交给你。王志辉终于图穷匕现，身体前倾，肥厚的嘴唇几乎要碰到林晨的脸上。8个亿，这是我们的底线。事成之后，集团副总裁的位子是你的。还有这个数。他伸出5根肥短的手指，在空中晃了晃，像5根待价而沽的香肠。5%的股权激励，办公室的空气仿佛瞬间被抽干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价码，是足以让魔鬼都心动的诱惑。林晨却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他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王志辉亲手端上来的，那里面往往藏着最毒的钩子。创新科技的骨头不好啃，他淡淡地说，像是在评价今天的天气。不好啃，才需要你这把王牌武器去啃。王志辉又笑了起来，脸上的褶子堆在一起，像一朵腐烂的菊花。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林晨沉默着，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他能感觉到另一道不怀好意的目光正从王志辉身后那个角落里射过来。那是赵瑞，集团副总裁，王志辉的外甥，一个能力平庸到连嫉妒都显得十分吃力的男人。赵瑞的脸上挂着标准的谄媚笑容，但那笑容底下藏着一条毒蛇的信子。林总监可是咱们集团的常胜将军，这个项目啊，非他莫属。赵瑞的声音油腻的能滴下油来。王董您就放100个心，林总监出马，一个顶俩。这话听起来是恭维，实际上是把他架在火上烤。林晨甚至能想象出，一旦他接下这个任务，赵瑞会在公司里如何添油加醋的散播，说王董是如何器重他，又是如何将一个烫手的谁碰谁死的山芋塞给了他。如果他失败了，就是无能，辜负了董事长的信任；如果他成功了，那就是功高震主，更加碍了某些人的眼。这是一个阳谋，一个死局。林晨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他抬起眼，直视着王志辉那双布满猜忌的眼睛，缓缓地
露出了一个让对方捉摸不透的微笑。好，他只说了一个字：这个任务我接了。他知道王志辉给他挖了一个坑，但他更清楚，这个坑也可以是他林晨一飞冲天的跳板。至于坑里是埋着黄金还是毒蛇，就看谁的手段更高明了。谈判被安排在一家中规中矩的商务酒店会议室里，空气中漂浮着速溶咖啡和地毯清洁剂混合的廉价气味，让人昏昏欲睡。林晨坐在长条桌的一侧，身后是他的并购团队，每个人都像上满了发条的机器，表情严肃，文件堆得像一堵墙。对面的座位还空着，像一排等待被填满的墓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对方迟到了整整15分钟。林晨团队里一个年轻的分析师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不停地看手表。林晨却像一尊雕塑，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嘟嘟声。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他不在乎对方的下马威，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小伎俩都像是小丑的杂耍，可笑又可悲。终于，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职业套装的女人走了进来，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悄无声息，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场。她的身后跟着一群同样精干的男女。林晨抬起头，目光与他相遇的那个瞬间，他那颗被商业数据和法律条款武装的刀枪不入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倒流，回到了那个爬满常春藤的大学校园。阳光透过香樟树的缝隙，洒在女孩白色的连衣裙上，她的笑容比阳光还要刺眼。林晨，我们以后会永远在一起吗？那个声音曾经是他整个世界的背景音乐，而现在，那个声音的主人正站在他的对立面，眼神冰冷，表情疏离，像一个从未相识的陌生人。苏晴，她瘦了，也更干练了，当年的青涩早已褪去，取而代代的是一种淬炼过的锋利，像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看到林晨时，瞳孔也微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但随即恢复了平静，快得让人以为那只是错觉。林总监，久仰大名。他率先伸出手，声音职业而客套：我是创新科技的副总裁苏晴。林晨站起身，与他冰凉的指尖轻轻一触，旋即松开。苏总，幸会。两人之间隔着一张谈判桌的距离，却仿佛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银河。谈判开始了，那不是谈判，而是一场屠杀。苏晴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攻击性，远远超出了林晨团队所有人的预料。她像一个女王，冷静地坐在她的王座上，将林晨团队精心准备了数周的方案批驳得体无完肤。贵方的方案我看完了。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恕我直言，这份方案充满了傲慢和偏见。你们根本不了解创新科技，也不尊重我们的技术。你们给出的8亿估值，更像是一个笑话。这是对我们全体研发人员心血的侮辱。他的话像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华盛方案的每一个薄弱环节，然后毫不留情地将其撕裂。他甚至能指出林晨的财务模型中一个小数点后的错误，并以此推翻了整个估值的合理性。华盛团队的成员们脸色由白转红，再由红转青，像一盘被打翻的颜料。他们引以为傲的专业和自信，在苏晴面前被碾碎成了粉末。林晨始终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用他曾经最熟悉的逻辑和口吻，
将他逼入绝境。他仿佛看到多年前那个倔强的女孩，因为一道学术题和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那时的他们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是世界上最懂对方的人。分手那天，下着和今天一样沉闷的雨，雨水冲刷着城市的霓虹，模糊了彼此的脸。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一起出国？他哭着问他，声音嘶哑。你觉得那个小破公司真的比我们的未来还重要吗？林晨沉默着，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下来，流进他的眼睛里，又苦又涩。他无法解释，那个小破公司的老板在他父亲重病时匿名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那是救命的恩情。他也无法说出。他收到了另一所顶尖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他放弃了，因为他不能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国内。有些事情，男人只能自己扛。他以为苏晴会懂，但他错了。凌晨，我们完了。这是他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把生锈的刀子，捅进了他的心脏，从此再也没有拔出来。思绪被拉回现实。林总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苏晴的目光如炬，直直地射向他。如果没有，我想今天的会议可以到此为止了。林晨看着他，那张熟悉的脸上写满了冰冷的陌生。他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们曾经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如今却成了谈判桌上最凶狠的对手，用最专业的武器互相攻击着对方最脆弱的软肋，真是造化弄人。他缓缓地靠回椅背，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高深莫测的笑容。苏总说得很好，他说，声音不大，却让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看来我们之前的确低估了创新科技的价值，不过谈判才刚刚开始，不是吗？他看着苏晴微微变化的脸色，嘴角的笑意更深了。我相信我们很快会找到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合作方式。很快，第一轮谈判的失利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华盛集团这潭深水里，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涟漪。赵瑞像一只闻到血腥味的苍蝇，立刻嗡嗡地飞到了王志辉的办公室。王董，我就说嘛，这个林晨靠不住的。他一边给王志辉那名贵的紫砂壶里添水，一边阴阳怪气地说道，听说啊，对面创新科技的代表是他的老情人，这谈判桌上又是眉来眼去，又是手下留情的，这项目能谈成才怪了。他把老情人3个字咬得特别重，像是在嘴里嚼碎了一块玻璃。王志辉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没有说话，但那双藏在眼皮底下的眼睛却闪过一丝阴鸷。他生性多疑，最忌讳的就是手下人有他无法掌控的秘密和关系。我看啊，他是故意拖延项目进度，想以此来要挟公司，提高他自己的价码呢。赵瑞继续煽风点火，恨不得把一桶油都浇上去。董事长，这人心隔肚皮，您可得防着点啊。王志辉终于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沉闷的碰撞声。知道了，他说，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你出去吧，让林晨来我办公室一趟。赵瑞心中窃喜，脸上却装出一副为公司忧心忡忡的样子，弓着身子退了出去。他仿佛已经看到林晨被王志辉骂得狗血淋头的样子了。然而，林晨走进办公室时，王志辉却换上了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林晨啊，别有压力。他甚至主动给林晨倒了一杯茶，这可是破天荒的待遇。谈判嘛，有来有往很正常。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项目还得靠你。他嘴上说着安抚的话，眼睛却像鹰隼一样紧紧盯着林晨的脸，企图从他任何一丝微表情中
读出破绽。林晨心中冷笑，脸上却是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谢谢王董的信任，他诚恳地说，是我准备不足，让您失望了。不过请您放心，我已经有了新的思路，下次谈判一定能扳回一城。他将姿态放得很低，像一个犯了错急于弥补的学生。他知道王志辉想看到什么，所以他就演什么。这场戏他必须演下去，而且要演得比谁都真。接下来的日子里，谈判果然陷入了僵局。林晨的团队和苏晴的团队就像两头不知疲倦的斗牛，在会议室里反复拉锯冲撞，谁也不肯后退一步。而林晨本人却仿佛从谈判桌上消失了。他不再亲自参与每一次的唇枪舌剑，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研究创新科技这家公司本身上。他像一个最耐心的猎人，在黑暗中悄悄布网，等待猎物最虚弱的那个时刻。他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拿到了创新科技的财务报表、供应商合同，甚至是核心研发人员的背景资料。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缓缓收紧，而这一切都通过赵瑞那张搬弄是非的嘴，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传到了王志辉的耳朵里。王董，林晨最近很不对劲啊，天天不见人影，也不知道在外面搞什么鬼。我听说他私下里跟苏晴见过好几次面，有2次还是在很晚的私人会所。这些所谓的假情报，其实都是林晨故意放出去的烟雾弹。他知道赵瑞会像一条狗一样，把自己扔出去的每一根骨头都叼回给主人。他就是要让王志辉的猜忌像野草一样疯狂滋长。他要让王志辉相信，他林晨已经因为旧情变得不可控制，甚至有了背叛公司的可能。只有当王志辉对他彻底失去信任，准备要拔掉他这颗棋子的时候，他的计划才能真正开始。那天晚上，林晨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灿若星河。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份关于创新科技核心算法的专利文件，在文件的某个角落，他用红笔圈出了一行极不起眼的法律条款。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如同猎人看到猎物踏入陷阱般的笑容。苏晴，你最大的软肋被我找到了，而王董，你那把准备刺向我的刀也该磨得差不多了吧？又一次的谈判，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苏晴的脸色有些憔悴，眼下有淡淡的青色，显然这段时间的拉锯战也让他疲惫不堪。他和他的团队就像一群守城的士兵，虽然暂时抵挡住了华盛集团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但城内的粮草已经快要见底了。林晨很清楚这一点，他调查到创新科技最近一轮的融资计划并不顺利，资金链已经绷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更致命的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未来智能正准备对他们的核心算法专利发起一场毁灭性的诉讼。这才是悬在苏晴头顶上那把真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林晨今天不准备用这把剑去威胁他，那太低级，也太不体面。他要做的是递给他一把伞，一把能为他遮风挡雨的巨大的保护伞。苏总，我们聊聊未来吧。在双方团队又一次陷入细节争吵的间歇，林晨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他没有看任何人，目光只落在苏晴的身上。华盛集团看重的不只是创新科技现在的技术，更是它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患。他轻轻敲了敲桌子，身后的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份文件。
正是那份被他用红笔圈出的专利文件。苏晴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的身体微微一颤，放在桌上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他知道林晨抓住了他最致命的要害，未来智能公司已经组建了国内最顶尖的法务团队，准备就这个专利漏洞对你们提起诉讼。林晨的声音平静而残酷，像一个宣告最终审判的法官。一旦诉讼开始，无论输赢，创新科技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融资会中断，客户会流失，团队会分崩离析，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苏晴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他的团队成员们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惧。他们引以为傲的技术壁垒，原来只是一个纸糊的篱笆。所以，你们是想用这个来要挟我们，接受那可笑的8亿报价吗？苏晴的声音在发抖，但她依旧昂着头，像一只不肯认输的白天鹅。林晨摇了摇头，笑了。不，我要挟你做什么呢？我要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方案，一个真正合作共赢的方案。他按动遥控器，大屏幕上的画面切换了。华盛集团将动用我们最强大的法务资源，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创新科技巩固专利壁垒，打赢这场官司。同时，我们将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你们进行下一代技术的研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们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收购，而是一个长期的、能够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8亿不是收购价，而是我们表达诚意的第一笔投资。苏晴愣住了，她完全没有想到林晨会提出这样的方案。这已经不是一次商业谈判，而是一场及时的雪中送炭。他明明可以将他一脚踩进泥里，却选择拉了他一把。为什么？他看不懂眼前的这个男人了。他脸上的笑容依旧是那么的温文尔雅，但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却藏着他无法洞悉的复杂的宇宙。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林晨缓缓地从文件夹里抽出了一份补充条款，推到了苏晴的面前。我需要在这份合同里加入一个由我亲自起草的核心人才与技术绑定条款。苏晴低下头，看着那份条款。条款的内容并不复杂，甚至看起来有些多余。大意是说，为了保证收购后技术能够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本次收购的核心价值将与创新科技的核心算法以及由林晨本人主导的后续技术整合方案进行深度绑定。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我加压，一种对赌协议。他把自己也变成了这次交易的一部分。苏晴抬头看着林晨，眼神中充满了困惑，而林晨只是微笑着回望着他，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他读不懂的悲壮的温柔。这份补充条款在华盛集团内部审查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赵瑞草草地翻了翻，认为这不过是林晨为了邀功搞出来的噱头，无关紧要。王志辉则更关心最终的价格和签字的时间。对于这些他看不懂的技术细节，更是懒得过问。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该死的收购，然后处理掉林晨这颗越来越不听话的棋子。没有人知道，林晨在这份看似无害的条款里埋下了一颗威力足以掀翻整座华盛大厦的定时炸弹。签字仪式被安排在全城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宴会厅，巨大的水晶吊灯像一片凝固的星河，倾泻下金色的光芒，照得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光满面，充满了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空气里混合着香槟的甜腻，
女士香水的浓烈，以及媒体记者身上那种长途奔波后的汗味，形成一种光怪陆离的、属于上流社会的特殊气息。王志辉满面春风，他那身量身定制的西装被他肥胖的身体撑得紧绷绷的，像一件随时可能爆开的盔甲。他端着酒杯，游走在各路名流和记者之间，笑声洪亮的能震落天花板上的灰尘。今天他是绝对的主角，是这场资本盛宴的主人。赵瑞像一条忠实的跟屁虫，紧跟在王志辉身后，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仿佛这场价值8亿的收购案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看向林晨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嫉妒和幸灾乐祸。他仿佛已经看到仪式结束后，林晨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被保安赶出华盛大厦的狼狈模样。林晨安静地坐在签约席上，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他的面前摆放着2份厚重的合同，价值8亿人民币。苏晴就坐在他的对面，她今天化了淡妆，穿着一身得体的白色套装，看起来像一朵盛开在名利场里的圣洁而孤独的百合花。她的眼神有些复杂，有尘埃落定的疲惫，也有一丝不易察 radical 的担忧。她频频看向林晨，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但林晨的脸像一潭深水，不起一丝波澜。吉时已到，司仪用一种打了鸡血的亢奋声音喊道：现在有请我们华盛集团的王董事长和创新科技的苏副总裁共同上台，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王志辉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他那庞大的身躯让整个舞台都似乎晃动了一下。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次收购的最大功臣——华盛集团并购部的林晨林总监。司仪热情地邀请道：请林总监和苏总作为双方的代表交换合同。闪光灯像疯了一样闪烁起来，将整个会场照得如同白昼。林晨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领带，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走到了苏晴的面前。苏晴也站了起来，她的手微微有些颤抖。王志辉站在一旁，看着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脸上的笑容已经有些扭曲和狰狞。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等合同签完，就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感谢林晨的付出，然后宣布他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的消息。那一定很精彩。林晨伸出了手，即将与苏晴那只同样伸出的手相握。整个会场的呼吸仿佛都在这一刻停止了。就在这万众瞩目的瞬间，异变突生。林晨放在签约桌上的私人笔记本电脑屏幕突然亮了，一个邮件弹窗赫然出现在屏幕正中央，像一个突兀的不祥的警告标志。发件人是华盛集团 HR 部门，邮件标题是解聘通知书。那几个黑体加粗的字在明亮的屏幕上显得格外刺眼，像一封来自地狱的判决书。离得最近的几个记者最先发现了这一幕，他们像是闻到血的鲨鱼，瞬间将镜头对准了那块小小的屏幕。闪光灯更加疯狂地爆闪，快门声像机关枪一样密集。那是什么？解聘通知书！天哪！华盛集团在签约现场解雇了项目负责人，人群瞬间炸开了锅。王志辉和赵副总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像2尊劣质的蜡像。他们的计划是等合同签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悄无声息地处理掉林晨。可是猪一样的 HR 部门竟然操作失误，把邮件提前发了出来。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愚蠢也是最致命的失误。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林晨的身上。他们想看到他的愤怒，他的错愕，他的失态，他的狼狈。然而，林晨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惊讶，他的嘴角反而向上勾起，露出了一丝冰冷的、嘲讽的微笑。那个微笑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扎进了王志辉和赵瑞的心脏。林晨缓缓地收回了那只已经伸出去的手，他看了一眼脸色已经由青转绿，再由绿转白的王董，眼神里充满了怜悯，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然后他拿起了面前那份价值8亿人民币的合同，他将合同举起，对着台下所有的媒体记者，对着目瞪口呆的苏晴，用一种清晰而洪亮的声音朗声说道：王董事长，非常感谢华盛集团给我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完成了这次精彩的收购谈判。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宴会厅的每一个角落，清晰的有些残忍。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既然我现在已经被贵公司正式辞退，那么我就不再是华盛集团的员工，自然也就没有任何资格代表华盛集团签下这份合同了。说完，他在所有人震惊的如同石化的目光中，两只手抓住合同的两端，用力一分，撕拉，那清脆刺耳的声音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整个喧嚣的宴会厅。价值8亿的合同被他缓缓地撕成了两半，纸屑像两只白色的蝴蝶，在他手中无力地颤抖。王志辉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他捂住胸口，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仿佛随时都会中风倒地。赵副总则吓得魂不附体，双腿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全场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寂，这死寂持续了大约3秒钟，随即就被记者们山呼海啸般的疯狂提问彻底淹没。而林晨就像一个刚刚完成了一场完美演出的艺术家，将那2片废纸随手扔在桌上，转身在一片混乱和闪光灯的追逐中从容地走下了舞台。他没有回头，一步也没有。签约仪式变成了一场震惊整个商业圈的闹剧。华盛集团的名字以前所未有的耻辱方式登上了所有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第二天，股市一开盘，华盛的股价就如同遭遇雪崩，飞流直下。短短几个小时内，市值蒸发了数十亿。王志辉的办公室里传来一阵阵瓷器破碎和野兽般的咆哮声。他把他那张名贵的红木办公桌上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粉碎。废物，一群废物！他指着缩在墙角的赵瑞，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连发一封邮件的时间都搞错。我养你们这群猪有什么用？赵瑞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地把责任往 HR 部门身上推，说那只是一个临时工的失误，跟自己毫无关系。王志辉现在没工夫听他狡辩，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地踱来踱去，思考着如何挽回这毁灭性的局面。去，他嘶吼道，把法务部的人都给我叫来，我要告林晨，告他商业毁约，告他蓄意破坏公司利益，我要让他倾家荡产，把牢底坐穿。就在这时，王志辉的首席律师，一个戴着金丝眼镜、面色苍白的男人，战战兢兢地敲门走了进来。王董，他的声音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创新科技那边刚刚给我们发来了一份律师函。什么？王志辉一把抢过文件，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纸上的文字，瞳孔因为恐惧
而不断放大。与此同时，在创新科技的公司里，苏晴和他的法务团队也正对着那份被撕毁合同的复印件陷入了久久的沉默。苏总，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律师指着合同里那条林晨最后加入的补充条款，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就是这条核心人才与技术绑定条款。根据条款规定，本次收购的核心价值，其中40%，也就是3.2亿，与林晨先生本人主导的后续技术整合方案深度绑定。条款中明确写着，若林晨先生在收购完成后的3年内因非自愿原因离职，我方也就是创新科技有权单方面终止所有的技术交接，并且律师咽了一口唾沫，艰难地说了下去，并且有权要求华盛集团支付高达合同总金额50%的巨额违约金，也就是4个亿。苏晴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林晨在签约前那最后一个眼神的含义，那不是悲壮，也不是温柔，那是决绝，是毁灭一切的疯狂。他不是在跟他谈判，也不是在跟华盛谈判，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跟命运下了一盘最大的赌局，而他赌的就是王志辉一定会过河拆桥，鸟进工厂。他把自己的离职变成了这份合同里最致命的一颗毒药。现在，这份价值8亿的收购合同，对于华盛集团来说，已经变成了一张催命符。如果他们放弃收购，就要面对股价暴跌和信誉破产的后果。如果他们强行收购，那么他们花8亿买到的，只是一个没有核心技术交接的空壳，并且还要倒赔给创新科技4个亿的违约金。这已经不是一个坑了，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足以将整个华盛集团都活埋进去的巨大坟墓。苏晴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无法言语。她看着窗外，天空灰蒙蒙的，一如他们分手的那个下雨天。原来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林晨这个男人，要么沉默，要么就让整个世界都为他燃烧。华盛集团的董事会开得像一场葬礼，空气凝重的能凝出水来，每个董事的脸上都挂着一副死了爹妈的表情。王志辉坐在主位上，曾经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短短几天，他仿佛老了10岁，两鬓的白发像荒草一样冒了出来。元老级的董事李老将那份毒药合同的复印件重重地摔在会议桌上，发出一声巨响。王志辉，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李老的声音虽然苍老，却中气十足，充满了愤怒。为了你那点可怜的控制欲和猜忌心，你亲手逼走了一个能为公司带来未来的将才，却提拔了一个只会阿谀奉承的蠢材。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旁边噤若寒蝉的赵瑞。现在你把公司拖进了这个万劫不复的泥潭，你告诉我这件事你打算怎么收场？王志辉的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绝对的证据和毁灭性的后果面前，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李老的话像一颗投入死水中的石子，瞬间激起了其他董事压抑已久的愤怒和不满。王董，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因为你的个人失误让公司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你难辞其咎。我们要求立刻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此次事件的全部真相。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王志辉第一次发现自己在这个亲手创立的商业帝国里已经变得如此孤立无援。
他那套说一不二的铁腕统治，在绝对的危机面前土崩瓦解。董事会后，王志辉彻底放下了他那可悲的自尊，亲自驱车前往林晨的住所。他甚至提着一份价值不菲的礼物，像一个上门求饶的小学生。然而，他连林晨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拒之门外。林晨只是通过电话冷冷地告诉他：“王董，道不同，不相为谋。”说完，便挂断了电话。王志辉拿着被挂断的电话，失魂落魄地站在林晨的公寓楼下，像一条被主人遗弃的老狗。就在华盛集团内部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苏晴私下里联系了林晨，两人约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对不起，这是苏晴见到林晨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华盛集团的愚蠢行为向你道歉。林晨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还有当年的事。苏晴的眼圈有些红了，声音也变得哽咽。我最近才查到，当年伪造那封美国大学拒绝信，并且告诉我自己拿到 offer 的人是赵瑞，他一直嫉妒你，所以才用那种卑劣的手段想把我们拆散。真相大白了，却迟了这么多年。曾经撕心裂肺的误会，如今说起来却像一个不好笑的笑话。林晨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泛起一阵久违的细密的疼痛。原来他们之间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错过。都过去了，他轻声说，像是在对自己说，也像是在对他说。苏晴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眼神中却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那是夹杂着钦佩、欣赏和一丝旧情的复杂光芒。林晨，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林晨放下咖啡杯，抬起头望向窗外。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横跨在城市的天际线上，像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打算？他笑了，笑容里充满了自信和一种睥睨天下的豪气。王志辉亲手把我赶了出来，那我就亲手再打造一个比华盛更强大的帝国。林晨的名字因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撕合同事件，一夜之间响彻了整个风投圈。他不再是华盛集团那个低调的王牌武器，而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极具个人魅力的商业枭雄。无数的橄榄枝从四面八方向他递来，顶级的风投机构挥舞着巨额的支票，排着队想要见他。他们看中的不仅是他那点石成金的商业头脑，更是他那份敢于挑战权威、颠覆规则的狠辣和魄力。李劳也在这时秘密地联系了他。这位在华盛集团德高望重的老人对他表达了毫无保留的欣赏。林晨，王志辉已经不适合再掌管华盛了。李老在电话里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失望。我联合了其他几个对他不满的老股东，我们愿意拿出所有的资源支持你，不论是另立门户还是……李老顿了顿，说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反向操作，把华盛从王志辉手里夺过来。林晨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这是一个疯狂的，却又让他热血沸腾的计划。他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他知道时机还未成熟，他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坚实的根据地。很快，一家名为晨星资本的精品投行在城市的金融中心悄然成立。公司不大，团队也只有寥寥数人，但每一个人都是林晨从华盛带出来的最信任的精英骨干。而晨星资本的第一个投资目标就是创新科技。林晨再次坐到了苏晴的面前，但这一次他们的身份已经完全对调。他不再是收购方，
而是投资者。我不会收购创新科技。林晨开门见山，我要做的是战略投资与合作，帮助你们成为一家真正伟大的独立上市公司。他向苏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晨星资本将为创新科技注入新的资金，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同时，林晨本人将作为首席技术顾问，亲自操刀，帮助他们巩固专利壁垒，并规划未来的技术发展路线。这个方案对处于困境中的创新科技来说，无异于久旱甘霖。苏晴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看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男人，心中百感交集。短短1个月的时间，他不仅从深渊中爬了出来，还站在了更高的地方，向他伸出了手。他们之间终于不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平等的，可以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了。新的协议很快达成，有了晨星资本的注资和林晨的亲自坐镇，创新科技这艘险些沉没的船不仅稳住了阵脚，还换上了全新的引擎，准备向更广阔的海洋全速前进。而这一切都只是林晨庞大复仇计划的第一步，他已经布好了棋局，接下来就是要让他的对手一步一步地走进他设下的天罗地网。王志辉快要疯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林晨和创新科技达成了合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的猎物，转眼间就变成了对手最锋利的武器。他不甘心，他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决定不顾一切地发起最后的反扑。他要强行推进对创新科技的恶意收购，哪怕付出惨重的代价，哪怕拼得鱼死网破，他也要把这家公司弄到手，然后毁掉它，以此来泄他心头之恨。然而，此时的创新科技早已不是无下阿蒙，有了林晨背后资本的加持，他们底气十足，根本不惧怕华盛的任何威胁。一场惨烈的资本攻防战就此拉开序幕。王志辉动用集团的资金，在二级市场上疯狂扫货，试图提高控股权。林晨则利用自己对华盛集团内部运作和财务状况的了如指掌，开始进行精准的狙击。他知道华盛哪几个项目是命脉，知道他们的资金链哪里最脆弱，知道他们和哪些银行的合作关系最为紧张。他就像一个幽灵，总能出现在华盛最意想不到也最痛苦的地方，给予其致命一击。他先是策动了华盛一个重要海外项目的合作方，以合同漏洞为由突然撤资，导致项目停摆，巨额资金被套牢。紧接着，他又通过媒体匿名曝光了华盛另一个地产项目存在的严重质量问题和财务造假丑闻，引发了监管部门的调查和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一时间，华盛集团四面楚歌，股价持续暴跌，资金链被勒得越来越紧，已经濒临断裂的边缘。王志辉焦头烂额，被迫将用于恶意收购的资金调回来四处救火，拆东墙补西墙。而那个被他寄予厚望的赵瑞，则在这场危机中充分暴露了他志大才疏的本质。他试图模仿林晨的手法，去运作几个项目，想要力挽狂澜，在王志辉面前证明自己，结果却因为能力不足和判断失误，导致数个项目出现巨额亏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华盛这艘曾经的商业巨轮，在内忧外患的连环打击下，终于开始摇摇欲坠，发出了即将沉没的呻吟。华盛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银行开始催债，供应商开始断供，
核心员工开始大量流失，王志辉的商业帝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分崩离析。李老和他的股东联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一场临时的特别董事会上，他们正式对王志辉提出了罢免动议。王志辉看着那些曾经对他唯唯诺诺的董事们，如今一个个都对他怒目而视。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而就在他被内部股东逼宫的同时，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林晨代表他的晨星资本以及背后由多家顶级风投组成的资本联盟，正式向陷入危机中的华盛集团发起了收购邀约。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再次引爆了整个市场。所有人都没想到，那个被华盛扫地出门的年轻人，竟然在短短几个月后，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杀了回来。这已经不是商业，这是传奇，是复仇的史诗。最后的股东大会在华盛集团自己的大厦里举行。林晨以胜利者的姿态缓缓走上主席台，他看到了台下面如死灰的王志辉和那个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的赵瑞。他不需要任何激烈的言辞，也不需要任何胜利的炫耀，他只是平静地用客观的数据和事实陈述了王志辉在过去几年里一系列的决策失误，以及这些失误是如何将公司一步步带入深渊的。然后他又冷静而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将如何带领华盛集团走出困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塑辉煌。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充满了让人信服的力量。最终的投票结果没有任何悬念，罢免王志辉的议案和接受晨星资本收购的邀约都以压倒性的高票获得了通过。当结果宣布的那一刻，王志辉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他颓然地倒在椅子上，目光呆滞，像一尊失去了灵魂的石像。属于他的时代以一种最不体面的方式彻底终结了。而林晨站在万众瞩目的主席台上，他的脸上没有狂喜，也没有骄傲，只有一种历经风雨后的平静和淡然。他赢了，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林晨成功入主华盛集团，成为了这家商业巨轮新的掌舵人。他上任后立刻进行了雷厉风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清除了以赵瑞为首的一批公司蛀虫和庸才，提拔了一批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骨干，为这家老迈的企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同时，他终止了集团内耗严重、盈利微薄的地产等业务，将所有的资源和重心都集中到了科技创新领域。他与苏晴的创新科技达成了前所未有深度的战略合作，双方共同成立了顶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真正实现了1+1=2的共赢局面。在林晨的带领下，华盛集团这艘一度濒临沉没的巨轮，不仅重新驶回了正确的航道，还挂上了科技的引擎，向着更远大的未来乘风破浪。几个月后，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林晨和苏晴在一个安静的午后再次相约在了那家他们曾经谈判过的咖啡馆。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洒在桌面上，温暖而惬意。两人相视一笑，所有的恩怨、误会和对立都已经在时光中烟消云散。他们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对手，也不是上下级的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他们是平等的、互相欣赏的、并肩作战的伙伴。苏总，现在我们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了。林晨看着苏晴，眼神温柔而真诚。那么，作为林晨，我能有幸再邀请你
开始我们新的故事吗？苏晴的脸上绽放出许久未见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像一朵在阳光下盛开的百合花。她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举起了手中的咖啡杯。林晨也举起杯子，与他的杯子在空中轻轻一碰，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那声音像是他们新篇章的序曲。故事的最后，林晨独自一人站在华盛集团顶楼的巨大落地窗前，脚下是川流不息的城市，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和无尽的天际线。他不仅赢回了事业的巅峰，赢回了属于自己的尊严，也赢回了那份失落已久的宝贵的爱情。一个真正属于他的时代刚刚开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